昨天黄金一口气拉回4076.4，白银更猛，单日暴涨3.57%，被死死摁在4000关口整整1周的多头，昨晚终于喘上了一口气。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一波反弹到底是趋势真的反转了，还是空头暂时回补，又你追高的一次假动作？先别急着下结论，今天我们就一步一步把它讲清楚。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们照例先回顾隔夜的美盘和金银走势，再一起展望今天。老规矩，郑重提醒一句，我在节目里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永远有风险，你的每一笔决策都请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判断，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黄金昨天收在4076.4，上涨1.51%，白银收在59.11，大涨3.57%，两个都是红盘上涨，而且白银明显跑在了前头。第二，推动这波反弹的主要是超跌之后的空头回补，再加上一点风险偏好的回暖。但要注意，美债10年期收益率不降反升，来到了4.63%，这是悬在头顶的一个隐忧。第三，接下来你最该盯的一个位置是黄金能不能真正站稳4113这道阻力。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整体的盘面感觉，昨天这一天金银市场的气氛和上周那种压抑阴跌的感觉明显不一样了。黄金从4015.9一路收高到4076.4，涨了60多个点。白银的表现更抢眼，直接从57出头拉到59块1附近，两个品种同步上涨，但白银的涨幅是黄金的1倍还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化，同一个方向，力度却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这里我想诚实的跟老观众做一个回顾，就在昨天的节目里，我给出的判断是银子先跳，反转还得看金价。当时我特别强调了2个确认信号，白银要放量站上58，黄金要收复4055，这波反弹才谈得上真正的确认。那么昨天呢，白银收在59块1，站上去了，黄金收在4076，也收复了。说实话，这2个我昨天点名的关口，昨晚都被拿下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波反抽比我原先预期的要更有底气一些。但请注意，我用的词是更有底气，不是已经反转。这中间的差别，恰恰是今天整期节目要替你分清楚的东西。所以今天贯穿始终的那个问题，就是开头我抛给你的，这是真反转，还是空头回补的又多？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往下一层一层看。先看黄金自己的这张走势图，昨天黄金开在4084附近，全天在4081到4089这个不算宽的区间里震荡，最终收在4076.4。你可能会问，日内高点都摸到4089了，为什么收盘反而回落了一点？这恰恰是这波反弹小心翼翼的地方，买盘敢把价格往上推，但推到接近4090，逼近4100的时候，上方的抛压就出来了。多头没能一鼓作气把4100站上去。从更大的格局看，黄金现在还站在2条关键均线的下方，50日均线在4244附近，200日均线更高，在4595。这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你可以把这2条均线想象成头顶的2层天花板，价格现在是在地下室里往上蹦，蹦得再高，也还没顶破第1层。所以我给昨天这根阳线的定性是一次强有力的超跌反抽，方向是对的，但级别还不够大，暂时还改变不了中期偏弱的结构。我们把镜头再往前拉几天，你会看得更清楚。上周黄金一度被打到3992的低点，
几乎跌破4000整数关，市场情绪一度非常悲观。可就在4000这个大关口前，买盘接连2天顽强地把价格拖了回来。先是周一收在4015，昨天又进一步收高到4076。这说明4000整数关不只是一个心理数字，它背后是有真金白银的买盘在护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4000看成这一轮多空争夺的生命线，守住它，多头就还有反扑的资格。一旦丢了，故事就要重写。那多空双方现在的心思分别是什么？看多的人会说，价格连续2天收阳，把4055、4076这些短线关口都收回来了，说明4000整数关的支撑非常扎实，只要不破，反弹就还能延续。看空的人则会反问，成交量并没有明显放大，价格还在所有均线下方，这更像是空头暂时获利了结，腾出手来准备下一轮做空。这两种解读，谁对谁错？接下来几天的量能和4001这道坎会给我们答案。再来看白银，昨天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它。白银单日大涨 3.57%， 把黄金的 1.51% 远远甩在了身后。我们用金银比价这个指标来量一量，昨天金银比大约落在69，比前一天的 70.4 又压低了一截。这个数字往下走，通俗的讲，就是白银比黄金更强，涨得更凶。为什么白银总是比黄金上头？这就要说到白银的双重身份，它一半是贵金属，跟着黄金避险，另一半是工业金属，广泛用在光伏、电子这些制造业里。所以白银就像是黄金这位稳重大哥身边那个脾气更烈的小兄弟，涨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跌的时候也摔得最狠。我们把这种特性叫做高弹性。昨天风险偏好一回暖，资金想找一个进攻性更强的品种，白银自然就成了首选。不过我也要给这份亢奋泼一点冷水，白银虽然长得漂亮，可它自己的50日均线在68， 200日均线在 69.9， 也就是说白银冲到59.1块，其实刚好顶到自己200日均线的下沿，这个位置恰恰是空头最可能反手的地方。所以白银这根大阳线究竟是变盘的起点，还是一次漂亮但短命的反抽？接下来它能不能放量突破60块，乃至站上 60.75， 就是最关键的验证。说清楚了金银各自的表现，我们就得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昨天到底是什么把这两个被打趴下的品种重新拉了起来？我把昨天的驱动拆成一明一暗2条线。先说那条暗线，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条，美债收益率。昨天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不但没降，反而从 4.6% 升到了 4.63%。按常理，收益率上行是压制黄金的，因为黄金本身不升息，你持有它是有机会成本的。别人把钱放去买国债，能稳稳拿 4.63% 的利息，而你抱着金条，一分利息都没有。收益率越高，这个放弃的利息就越贵，黄金理论上就越难受。那么问题来了，收益率在涨，黄金为什么还能涨？这就引出了那条明线，超跌反弹加上风险偏好的修复。黄金和白银在过去1周被砸得太狠太快，价格短期严重超卖，一旦卖压稍微缓一缓，前期获利的空头就会选择先平仓落袋，这个动作本身就会推动价格反弹，我们叫它空头回补。与此同时，美元昨天没能继续走强，给了金银一个喘息的窗口，所以昨天的上涨本质更像是一次技术性的情绪面的修复，而不是基本面真的转向了。把这2条线摆在一起，你就能看懂昨天那根阳线的拧巴了。一边是超跌反弹的向上拉力，一边是高企收益率的向下压力，两股力量对冲，结果就是价格涨是涨了，却始终没敢真正远离4000关口，更没能突破上方的均线。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
别被单日的涨幅冲昏头，它更像是弹簧被压狠了之后的一次回弹，弹簧本身的压力还没解除。我知道实际利率、空头回补这些词听起来有点抽象，我用一个生活里的比方帮你彻底记住。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一套不收租的房子，它本身不产生现金流，你持有它，唯一的指望就是它能涨价。而美债收益率就像是隔壁那套能稳定收租的房子，当收租的房子租金越来越高，也就是收益率往上走的时候，那套不收租的黄金吸引力自然就下降了。昨天的情况是，收租房的租金还在涨，可黄金这套房却因为前一阵子被砸得太便宜、太超卖，抄底的人反而先进场捡漏了。这就是超跌反弹能够暂时压过收益率利空的原因。但请记住，只要租金还在涨，这种捡漏行情的持续性就要打一个问号。地缘政治这一块，昨天没有出现新的突发的重大事件来主导盘面，所以我不打算凭空给你编一个故事。但有一个背景值得你记在心里，当市场找不到明确的避险主线时，黄金的避险溢价就会退潮，价格就更容易跟着收益率和美元这些硬指标走。换句话说，昨天金银的上涨，靠的不是避险资金涌入，而是超跌之后的自我修复。这个区别很重要，避险驱动的上涨往往更持久，而情绪修复驱动的反弹来得快，去的也可能快。这也是我对这波反弹保持一分谨慎的原因之一。接着说美联储，月底的议息会议已经越来越近，整个市场现在都是凭着一口气在等。为什么美联储对黄金这么重要？核心就在于实际利率这4个字，它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预期，可以理解成持有现金真正的含金量。如果美联储态度偏鹰，暗示利率要在高位更高更久的待着，实际利率就抬升，不升息的黄金就承压。反过来，只要它释放一点偏鸽的信号，哪怕只是暗示降息在路上，实际利率预期一往下走，金银往往就能获得一波像样的反弹。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在这个位置多空都不太敢下重注，大家都在等月底那场会议给方向。昨天那 4.63% 的收益率其实已经把更高更久的高利率这层担忧提前计入了价格。这也意味着一旦月底美联储的措辞比市场担心的要温和一点点，那被压抑的金银就有了向上修复的空间。这是我们盯住这场会议的根本原因。从技术面来看黄金，我们把几个关键位置捋一遍。上方第一道阻力是4113，这里既是前期的成交密集区，也对应着4001这个整数心理关口。昨天价格冲到4089就回落，说明这道坎实实在在的压在那儿。下方的支撑，第一道在4015，也就是周一的收盘位置，再往下就是4000整数大关和3990的前低。操作上的逻辑很清晰，只有放量突破4113，这波反弹才算真正打开上行空间。反过来，一旦跌破4015，昨天这根阳线的成果就要打折扣了。再看动能指标 RSI， 黄金昨天的14日 RSI 读数是 45.94。 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数值越高说明买的越凶，越接近超买；越低则说明卖的越狠。越接近超卖，一般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45.94这个数位置就在50这条中轴线的下方一点，属于中性偏弱。这个读数其实很关键，它回答了我们开头那个问题的一半。RSI 还没有回到超卖区，说明前期的下跌动能已经衰竭的差不多了，反弹有了基础，但它也远没有进入超买，意味着上方的空间还没被透支。反弹要是能延续，动能上是允许的。换句话说，从动能这个角度，昨天这根阳线洗盘反抽和趋势反转两种可能都还开着门。白银的技术面逻辑和黄金类似，但弹性更大。上方阻力
先看60这个整数关，突破之后是60.75，下方支撑，低到在57，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位，再往下是56的前低。白银的14日 RSI 昨天读到 44.46， 和黄金差不多，也在中性区域，同样没有超买。这告诉我们，白银昨天虽然大涨 3.57%， 但从动能上看，还没到透支的地步。只要60这道坎能放量拿下，短线还有继续冲的余力。可一旦它连60都站不稳，又跌回57下方，那昨天这根大阳线就得当成一次情绪宣泄来看待了。讲到这里，我必须要严肃地提醒一句风险。今天我把这波反弹的乐观和隐忧都摆给了你，但请你一定记住，市场从来不会照着任何人的剧本走。昨天涨得越猛，越要对追高保持一分谨慎，尤其是白银，它涨得快，摔得也快的脾气，意味着一旦风向变了，回撤的速度会让你措手不及。越是在这种价格快速波动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管好自己的仓位，把风险永远放在收益前面，宁可错过，也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重仓去赌一个还没被确认的方向。好，最后我们把镜头拉到今日的关注和后市展望上，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条来跟你说清楚。先说短线怎么看，日历上今晚有美国的 EIA 原油和汽油库存数据，这个会通过油价，进而通过通胀预期，间接影响金银。明天周四是初请失业金人数和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数，后天周五还有标普全球7月 PMI 初值和6月新屋销售。再往后就是月底那场重头戏，美联储议息会议。位置上，黄金短线就盯2个数，上看4113，站稳了，反弹才算升级；下看4015，跌破了，反弹就要降温。白银则盯60和57这一对上下沿。我给短线的定调是偏谨慎的中性，反弹的方向对，但还没拿到确认章。再说长线怎么看，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的维度，支撑金银的那些结构性逻辑其实一个都没变。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入黄金，去美元化的大趋势，美国高企的债务，还有一旦降息周期真正开启后实际利率的回落，这些都是黄金中长期的底气所在。所以我的长线判断依然是偏多的。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短线偏谨慎，长线偏乐观，这不矛盾，恰恰是当下市场最真实的样子。短期在情绪和收益率里颠簸，长期在结构性逻辑里向上。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波到底是真反转，还是空头回补的又多？我的判断是，现在还不能叫反转，更准确的说法是一次有底气的超跌反抽。理由很实在，昨天我点名的2个确认位都收回来了， RSI 也脱离了超卖，这是它有底气的地方。但价格还压在所有均线之下，量能没放大，又顶着上升的收益率，这是它还不能叫反转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升级成反转？很简单，黄金放量站上4113，白银站稳60，2个一起兑现才算数。在那之前，我把它定义为反弹，而不是反转。送你今天的一句话，反弹不等于反转，站上4100再谈掉头。那也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今晚金价能不能突破4113？评论区打给我，写下你的判断。最后，我还是要再次郑重提醒，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金银市场波动剧烈，入场需谨慎，请务必独立决策，盈亏自负，守住本金，永远比抓住机会更重要。好了，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再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第一时间你就能收到我的更新。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
明天见。